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赵丽颖早已不是靠爱情证明价值的傻白甜，从配角逆袭到一线女星，她更懂得权衡利弊。与王一博的合作不过是娱乐圈常见的资源互换，清醒如她，怎会为年轻顶流赌上自己精心布局的人生？独自美丽才是她最划算的选项。那天刷到一条评论，说赵丽颖肯定是喜欢王一博的，说的斩钉截铁，好像亲眼见过似的。说王一博不光是有能力去赚钱，还这么年轻，这样的男人谁会不动心呢？仿佛稍微靠近一点，就能看见一段女大男小的甜宠剧马上上演。底下立刻有人跟着起哄，说什么男才女貌，说什么戏里生情，说什么合作多了自然就容易擦火花，话一串一串往外蹦，倒像是在给一部虚构偶像剧写大纲，而不是在说两个活生生正为自己人生下半场算计的成年人。可也有不少人像突然从梦里醒过来一样，丢下一句我咋那么不相信呢，把这一地粉红泡泡戳得七零八落。这句话说出口的瞬间，屏幕那头的娱乐圈从滤镜里的梦幻情场变回了真实的名利战场。别看王一博年轻，资源好，热度高，这几年也算一路往上窜，可要是真到了对赵丽颖有意这一步，很多人心里其实有数，赵丽颖这边十有八九不会点头，别说马上官宣，恐怕连一点暧昧的边都不会去碰。一来不是没有机会，当时在剧组宣传期，各种合体，各种话题，如果真有那点意思，早就能看出些破绽，偏偏没有。二来赵丽颖现在的状态已经很清楚，她更像是在把人生往独自漂亮的活这个方向推，而不是再去投入一段高风险的感情关系。毕竟在这个圈子里，谁是真心，谁是拿对手当流量筹码，她比谁都清楚。这种清楚是花了十几年时间是熬出来的。很多人容易忘了，当时她刚出道的时候，可不是现在这种一出场就自带光环的状态。那会儿她还只是各大剧组里的小配角，在仙侠剧里当个丫鬟，在古装剧里站在角落里做个小侍女，连名字都记不住，只能靠镜头里那么几秒钟的眼神去抢一点存在感。后来有了几部戏爆起来，她才慢慢有了女主的位置，转到现代戏，转到大制作，事业一段一段往上爬。可感情这条线反而没那么顺，在很多人还把她当成傻白甜角色代言人的时候，她已经在现实里经历过一次婚姻，尝过婚后与离开婚姻的两种滋味。当时在她宣布结婚的时候，很多人以为是童话故事的开始，以为是事业和家庭双丰收，谁知道后来结局来得这么快，这么干脆。官宣离婚的那天，她的字很少，态度却决绝的近乎冷静，把一场原本足以掀起滔天八卦的情感风波压成了几句平静说明。那一刻起，她就已经给外界一个信号，她是会为自己喊停的人，也会为自己重新来过的人，不会为了一段已经无法共航的关系继续把时间投进去当赌注。再往前看，她在事业上每一次关键转折几乎都是先算账再行动。当时在古偶领域正红的时候，她没有一直守在那条赛道上，而是开始接一些更现实更复杂的人物，甚至甘愿冒着口碑两极的风险去尝试。这种决策方式看起来像是大胆，其实更像是权衡过之后的理性。所以现在再把视线拉回到王一博身上，就会发现这两个人所处的位置根本不是外界那些姐弟恋幻想里的那种甜蜜配置，一个是已经经历过情感起落，清楚婚姻成本的成熟女演员，一个是正当红，所有机会都在涌来的年轻顶流男艺人。在行业规则面前，
他们不是什么命定的一对，更像是两条因为作品交汇过，但目的地完全不同的高速路。对王一博来说，和赵丽颖合作是一次被看见演技、巩固观众缘的机会，是团队在项目布局时做出的精算。他在戏里投入的是角色的情感，在戏外经营的却是自己的上升期路径、年龄、热度、商业价值，这些都是实打实写在报表上的指标。对赵丽颖来说，这次合作则更像是一次角色与自我的再塑，选的是角色，带出来的是口碑，顺手还多了一个荧幕搭档的话题。至于私底下的关系，他向来有一条看不见的分界线，戏里再怎么深情，都可以是一场专业的表演，戏外一到收工，就会变回那个对资源敏锐、对情感谨慎的赵丽颖。要是站在名利场生存法则的角度去看，这段在很多人眼里被幻想成暧昧的搭档关系，本质上不过是一次互相加成的合作，两边团队都心知肚明，站在一起是在完成一场项目的整体包装，是在把话题、讨论度以及代言价码往上推。这样的联动在娱乐圈并不少见，就像投资圈里的项目联名，短期利益可见，长期绑定却要特别小心，因为一旦情感上的暧昧覆盖了专业上的清晰边界，最后很容易掉进谁拖累谁的泥潭里。赵丽颖走过的路已经足够让她对这一点心存警惕，再加上她的年龄和经历，注定不会再把喜欢当成唯一的衡量标准。她很清楚，一段关系带来的不只是甜言蜜语，还有一整套现实配套，舆论、家庭、事业状态、财务安排，甚至未来几年故事的讲法。她要考虑的是自己还有没有精力为一个比自己年轻、还在往上冲的男人去承担那些不可控的风险。就算王一博真的哪天对他有那么点好感，他也未必愿意把这份好感发展成一段正式的感情关系。在他眼里，这种好感更适合停留在合作愉快、彼此尊重这种安全距离上，一旦跨过去，就会变成另一个版本的情感债务，而他这一生已经偿还过一次，不会再那么轻描淡写的签第二次字。公众总爱用戏里的角色给演员的人生下评语，有人说他像那些不顾一切去爱的小女主，有人说他就是冷脸却深情的男主。于是两个人站在一起，就被外界自动套上天生一对的滤镜，忽略了现实里他们更像两个冷静的职场人，带着各自的算盘，在一个光怪陆离的大舞台上各取所需。再看他这几年的选择，就能更明确地察觉到那条清晰路线。他在作品上开始更明显地向成熟角色靠拢，不再只满足于少女光环，而是在一步步把自己从被粉丝消费的对象变成有作品说话的行业老将。社交媒体上的露面频率下降，商业代言更偏向稳定和大品牌，人设不再走极端，而是刻意往低调、专注、独立这个方向去靠。这种变化是他在经历过婚姻的起伏、事业的波动之后做出的自我调试，也是在这个行业里摸爬滚打多年后总结出来的生存策略。在这样的策略面前，喜欢一个年轻男人这几个字显得轻飘又幼稚。与其说他要去找一个男人，尤其是一个仍在上升期，还需要不断证明自己的年轻男人，不如说他现在更在乎的是自己站在何处。这个何处包括事业高度，包括财务自由，也包括心理安全。独自美丽反而是他目前最契合也最划算的选项。再回头看那句赵丽颖又不是恋爱脑，听起来像是轻飘飘一句吐槽，其实也算是对他这些年选择模式的一个概括。当时在很多人还沉浸在爱情至上的幻想里，他已经用实际行动告诉外界，关系可以结束，事业还要继续，生活可以重启。他不会把自己锁在一段不再适合的情感里等救赎。所以
当有人一本正经地说他肯定喜欢她的时候，表面是在讲一段可能存在的暧昧，深层其实是把一个经历丰富、心态清醒的女人硬生生往为爱上头的模板里塞。这种误读对他来说才是真正的不公平。屏幕这头，评论区还在热闹，有人继续做着姐弟恋的白日梦，有人一边磕戏一边暗搓搓幻想假戏真做，有人坚决摇头说那不过是剧本里的缘分，一出戏而已，散场就该各走各的路。而他那边很可能只是安静的收工，卸了妆，换回舒适的衣服，一天的工作归于沉寂。手机屏幕上那些关于他喜欢谁的猜测，并不能改变他已经做出的选择，也不能动摇他正稳步推进的人生布局。灯光一关，剧里那对被无数人磕到上头的荧幕情侣就停在了画面里，现实里的两个人则继续在各自的轨道上向前，一个继续朝更高的商业价值冲刺，一个则站在已经摸过风浪的年纪里，更坚定地守着自己的清醒边界。等到有一天，再有人提起这段被观众硬凑出来的感情线，大概只会想起当时的热闹，想起屏幕里那些被剪辑的柔情似水的画面，却很难再有人认真相信赵丽颖会为了一个年轻的男人，重新把自己的人生重心往爱情那边倾斜半分。毕竟，她早就不需要用谁在身边来证明自己过得好，她只要站在那里，安安静静，独自美丽，就已经是很多人不敢也学不来的选择了。